美国海军称，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于2022年4月26日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以上消息，并宣称此举是一项常规行动，且符合国际法，称其过境行为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在俄乌局势如此紧张的形势下，美国这一带有挑衅的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再次激起了各方媒体的热议和警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美舰过航台湾海峡。此前，美国约翰逊号导弹驱逐舰也曾于2月26日和3月17日过航台湾。此次的桑普森号隶属于美国海军第7舰队第21驱逐舰中队，主舰为亚拉伯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对舰队的追踪，该战斗群目前正在菲律宾海执行任务。据悉，林肯号航舰战斗群和桑普森号于1月3日启程前往预定的部署地点。本月13、14日曾与日本自卫队在日本海联合军演，这是近5年来首度有美军航舰进驻韩国与日本之间的水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中的一员桑普森号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驱逐舰是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型驱逐舰的第52艘，是第4艘以海军少将威廉 T. 桑普森为名的美国海军舰船，曾在2012年本色出演过好莱坞的巨制超级战舰。伯克级驱逐舰是美国海军立下唯一一型现役驱逐舰，为美国海军主力。本级舰以宙斯盾战斗系统 SPY-ED 被动相控阵雷达结合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将舰队防空视为主要的作战任务，是世界上最先配备4面相控阵雷达的驱逐舰。伯克级掀起了世界防空驱逐舰发展的新篇章，而后世界各国发展的新锐防空驱逐舰无一例外都借鉴了伯克级的设计思想。同时，伯克级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不断的融合新兴技术。伯克级分为 Flight 1EA、Flight 2、Flight 2A 等多种构型，仍在建造，使得伯克级成为世界上最新锐、最先进、战斗力最全面的驱逐舰，也是世界上建造数量最多的现役驱逐舰。桑普森号驱逐舰为 2A 型，隐身烟囱版。伯克级 Flight 2A 构型有许多新的功能，也有人建议改名奥斯卡、奥斯丁级来命名这一改型。奥斯卡、奥斯丁号是 Flight 2A 构型的首舰。Flight 2A 增加了2个反潜直升机停机库，受此影响，向后方覆盖的2面相控阵雷达的安装位置被升高。另外，后期舰艇换装了新型5英寸62倍口径舰炮。Flight 2A 也修改了烟囱构造，将冲斗埋入，这成为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变，也因此被称作隐身烟囱版。在 Flight 2A 方案中，第一大变更的重点就是增加了直升机库设施。以往美国海军水面舰的反潜直升机均由反潜艇或护航母艇搭载，因此在提康德罗加级宙斯盾巡洋舰之前，美国海军担负防空的导弹巡洋舰或驱逐舰都只负责替友军反潜直升机进行加油挂弹等后勤支援，所以只配备直升机起降甲板和若干油弹储存设施，并未配备机库和辅降设施。然而，考虑到1970年代建造的派里级、斯普鲁恩斯级等主要搭载反潜直升机的舰艇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退役，必将严重影响舰队搭载直升机的能力。因此，伯克 Flight 2A 就把直升机库设施纳入了重点要求之一。由于加入机库势必牵涉舰体的变更，美国海上系统司令部提出的概念是插入和滑动，尽量维持伯克级原有的舰体区块配置，基本上是在舰体后段插入一个含有机库的船段。在 Flight 2A 的机库中可以停放2台反潜直升机。伯克 Flight 2A 配置了2组 MK41 舰载垂直发射系统模块，舰首仍维持4组8连装，而后部8组8连装垂直发射器则位于机库结构的02甲板，这样的容量与伯克 Flight 12同级。然而，伯克 Flight 2撤出了原本首尾各一的载装填模块，因此实际可用的发射管数又比伯克 Flight 12多出了6管，达到了96管。由于这种载装填起重机的最大起重能力为2吨，只能进行 RM66 防空导弹与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载装填，对于更重的战斧巡航导弹则无能为力。依照冷战时代的大洋反潜防空作战设想，消耗最快的导弹理当是标准防空导弹与反潜火箭。然而，直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从没有任何敌国武装势力直接从空中或水下挑战美国的海军舰队，反倒是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在历次冷战时代的地区性战斗中，战斧巡航导弹成为了美国宙斯盾巡洋舰消耗量最大的弹种。
面对最需要再补给的战斧巡航导弹，海上再填装补给装置却无能为力，照样得返回港口，由码头边更大型的起重机进行战斧巡航导弹的再填装。此外，实际操作经验显示，洋面上航行中的导弹再装填作业有相当的困难性，因此伯克 Flight 2A 把这两组实用性不高的再装填起重机撤除，再多装6个发射管，成为前32后64管的构型。近排防御方面，原本删除密集阵近程武器系统，改用 ARM162 导弹，一方面是简化舰上的配置，同时也反映当时各国海军与国防产业对反舰导弹防御的看法。当时各国普遍开始质疑射程短、威力有限，且一次只能对付一个目标的机炮式近程防御武器系统，将不足以应付新一代超音速反舰导弹乃至多轴向饱和攻击。因此，射程较短，威力相对较大，发射后能在空中机动追击目标，且可同时发射多枚的新一代短程防空导弹，才是未来舰船反导弹自卫的趋势。因此，当时许多人建议以发展中的 ESSM 来取代密集阵近程武器系统。ESSM 的灵活度与射程都较先前的 ARM7 麻雀导弹大幅的增加，更适合对付新一代刁钻灵活的反舰导弹。而且 ESSM 采用紧致的折叠弹翼，配合特别发展的4合1发射器，每个 MK41 发射管都可以容纳一组4合1 ESSM 发射器，故单一发射管的携带量是过去的4倍。此等近排接战能量远高于过去每次至多连续射击5个目标，之后就需要花费至少4分钟重新填装的密集阵近程武器系统。此外，相较于198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开发的 ARM116 拉姆导弹系统， ESSM 射程长得多，面对超音速掠海而来终端规避动作的来袭导弹时，也能比 RAM 提前开始拦截，增加成功几率。不过由于 ESSM 的开发时程赶不上伯克 Flight 2A 的服役，因此伯克 Flight 2A 仍保留前后各一的方阵系统安装平台，以增加一种选择。 Flight 2A 仍然继续使用 SQS-53C 舰首声呐，SQR-19 线列阵声呐则由于成本的控制而删除。原 Flight 12的鱼雷管位于舰尾01甲板垂直发射器的两侧，而 Flight 2A 增设机库之后，后方 VLS 提高到了02甲板，因此1甲板面积显得拥挤，因此两座 MK32 鱼雷发射器被挪到了2号烟囱两侧的甲板，位于海上补给作业区与小艇悬挂之间。然而 Flight 2A 的鱼雷库仍在直升机库前方的甲板上，与鱼雷发射器相距太远，且高出了整整一层甲板，也不可能设置任何再装填辅助机构，这导致鱼雷再装填必须依赖麻烦、费时且危险性高的远距离人工搬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平克尼号开始，又把鱼雷发射器移到了机库顶部垂直发射器的两侧，拉近与鱼雷库的距离。伯克 Flight 2A 对于中弹后的生存能力也进行了改进。在被动防护设计方面，伯克 Flight 2A 增加了5个强化防爆隔舱，能减缓反舰导弹爆炸时带来的超压破坏。其中4个防爆隔舱围绕在主机舱区的周围，为动力系统提供更好的保护。由于增设机库导致舰体重心明显上升，连带减损了舰体倾斜时的复原力，因此伯克 Flight 2A 针对涵盖3/4舰体长度的水下船壳进行了加厚，一方面压低重心作为补偿，同时也改善了水线以下抗爆阵防护能力，并强化舰体大梁承受弯曲的能力。不过为了控制成本，伯克 Flight 2A 取消了原本4个整体核深化防护区中的区域4，这使全舰抵抗空中核爆炸超压的能力有所降低。在次时代巡洋舰项目取消之后，美国海军开始采用 Flight 3方案，以加强航母打击群的防空能力。包含进入21世纪后重启的新舰建造项目，伯克级成为美国海军在2战后建造数量最多的驱逐舰。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又可以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